俄军在乌克兰无法获胜，俄军上将评价俄军面临的困境有教材的价值。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傅延绍。对于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的表现，目前相当客观的看法是：第一阶段作战任务发挥失常，第二阶段打得比较顺利。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俄军目前可以说打得越来越好，损失呢也在明显降低。但是双方在乌克兰长达1000多公里的战线基本上处于焦灼状态，仍然看不出俄军速胜的可能。俄军改变了战法，为什么仍然打得如此艰难？我们可以看一下俄罗斯前空降兵司令格奥尔基·什帕克上将的解读，他有些评价和解读真的具有教材的价值。第一，俄乌冲突之所以打了快4个月，最主要的原因是显然没有料到会遇到如此强烈的抵抗。之前有人认为俄罗斯从基辅撤军是示好，战争拉长是普京故意要消耗西方，还有人认为俄罗斯就是要通过一场漫长的战争让北约国家发生分裂。其实这些理由并不完全成立，更大的可能就是俄罗斯军队根本就没想到乌军会这么能打。当然，你也可以理解为乌克兰政府在打舆论战方面赢了，而乌军也不是8年前的那支不堪一击的乌军了。第二，战争无法达成战术突然性，乌军几乎可以猜到俄军的所有进攻路线，因为乌军实际上是俄军的影子部队，几乎所有的乌军的资深军官和高级军官都曾经与俄军的指挥官同校学习。乌克兰人知道俄军将如何行动，以什么样的模式展开进攻。第三，俄罗斯方面没有很好的研究乌克兰一些地区的民意，原本指望他们即便不是用歌声和旗帜，至少也会平静地迎接我们。第四，俄罗斯无法阻止西方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很多人都以为俄军可以摧毁任何西方提供的援助，其实采取这类行动是要出动大量的各类侦察人员的，确定这些装备的海外集结地、运输线路和在乌克兰的卸货地点，然后呢才能给予精确打击。这在实际操作层面来看还是非常困难的。美军向乌克兰提供了90门 M777 榴弹炮，均已全部送达前线，充分证明俄罗斯空天军和导弹部队无法控制乌克兰的物资运输线。第五，俄军在顿巴斯地区的推进速度非常慢，其实是俄罗斯有意为之。如果说俄军前期的作战并不令人满意，目前在顿巴斯的推进速度慢，主要就是为了避免人员的伤亡。用格奥尔基的话说，强化集群，加快速度，就可以杀死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只要有足够的大炮、坦克、飞机，我们就能逐渐地拖垮敌人。总结格奥尔基的观点，可以确认，俄军在乌克兰作战所面临的主要困境，源自于对乌军实力的估计不足，对乌克兰民意的认知偏差，无法赢得舆论战，又无法切断西方国家的军事援助，还要避免大量人员伤亡。种种原因决定了俄军目前的困难，只有采取稳扎稳打的方式，才能达成最后的目标。因此，俄军需要有足够的耐心。要想打好一场战争，如果没有强大的技术优势和军事优势，就要做到知己知彼，否则就要遭受更为惨重的人员损失代价。俄罗斯军队的这些经验教训，值得其他国家的军界认真研究和总结。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